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，想要身体健康，就要控制好血压。但由于很多人平时不注意饮食，导致血压一直降不下去，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。其实呢，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有很多。那木子今天要说的是，有3种食物是高血压元凶，希望你能少吃。第一种，含糖高的食物。那经常吃糖分高的食物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，因为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，时间长了就会诱发高血压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脂肪高的食物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吃高脂肪食物，会引起身体发胖，导致脂肪堆积，时间长了不仅会使血管堵塞，还会诱发高血压、高血脂等疾病。第三种，腌制食物。腌制食物是很常见的，这类食物含有很多的盐分。那大家都知道，高血压就应该少吃盐。如果经常吃这类食物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，对血管健康也不利哦。所以为了健康，这3种食物最好少吃。那平时控制血压，除了用药物外，还要适当运动，多休息。也可以试试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有扩张血管、平肝利胆的功效，对控制血压有帮助。我们呀，天天都要呼吸，那么肺对我们就很重要了。但是由于空气污染，再加上很多人吸烟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肺都不太好。那肺不好呀，大多有3种表现：第一，咳嗽比较严重；第二，肺活量下降；第三，呼吸出现异常。那肺不好该怎么保养呢？今天木子呢给大家推荐常吃2种食物。莲藕，有句话呢是这么说的：何莲一身宝，秋藕最不仁。莲藕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那肺不好的人多吃一些莲藕，有滋阴润肺的效果。鱼腥草，鱼腥草呢又叫折耳根，也是养肺的好食物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肺热、排毒，有利于养肺。人体一共有12条经络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经。肺经和口鼻相连通，又和皮肤有关系，同时呢跟大肠互为表里。如果肺经不通，对身体的影响还挺大的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敲打肺经的方法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可以将一只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沿着前臂小拇指一侧，由肘部到手腕用力的敲打。敲打时会有明显疼痛的地方，这时可以着力的按揉痛点。每天敲打按摩5分钟，这样可以使肺经运行畅通，帮助疏通经络，补足肺气，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还可以重点的按摩一下大鱼际，用手指按摩3到5分钟，感觉有酸胀感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肺经，要坚持按摩才行哦。甘油三酯偏高，要少吃2物，可以多喝一水，能够帮助养护血管，稳定血脂哦。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不仅会刺激肠胃，也会给血管健康带来损伤，从而使得甘油三酯偏高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少吃油炸的食物，油炸食物深受人们的喜爱，但是吃多了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，因为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脂肪和反式脂肪酸，那吃多了就可能会引起甘油三酯升高，对血管健康也不利。不过可以多喝苦荞水，苦荞是粗粮，含有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其中含有的芦丁物质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促进身体排毒，对降低甘油三酯有帮助。那经常喝一些苦荞水，有助血管健康、血脂稳定。肝脏的事情，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酒熬夜，那时间长了就把肝给熬坏了。肝是负责给身体排毒解毒的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清肝去火、养肝护肝。这个动作就是拍打腋窝。首先我们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右手，用右手抓住左侧耳朵，再用左手去拍打右侧的腋窝，拍打49下，再换另一侧，用同样的方法拍打49下，拍打力度适中即可。那这样拍打腋窝有排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，能帮助养肝护肝，让气色也越来越好。不然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斑点，其实这可能是肝不好的表现。那么肝不好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养肝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有养肝养颜的作用哦。
大家呢可以常揉腿上的一条筋，那这条筋就是阴陵泉和地基穴的连线。阴陵泉在膝关节内下方凹陷处，而地基穴呢就在阴陵泉下3寸。我们按揉的时候呀，可以将4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从阴陵泉往地基穴慢慢的揉，然后再返回来，这样按揉3到5分钟。因为阴陵泉和地基穴都属足太阴脾经，所以呢，这样按揉能够促进气血运行，有健脾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帮助养肝养颜、疏通经络。所以呢，坚持按摩这个地方，气色也会越来越好。中啊，我们经常会说到心肝宝贝儿，那看得出来肝脏的重要性。但是呢，生活中的一些行为，有意识的、无意识的，就对肝脏造成了伤害。那想要养肝，可以常喝下面这一种水：蒲公英根水。蒲公英的根有很好的养肝作用，用它泡水喝呀，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功能，促进肝脏排毒，帮助肝脏减轻负担。那肝不好的可以经常喝一喝。除了喝蒲公英根水，生活中呢还要少做2件事哦。1. 少熬夜。经常熬夜不仅会影响肝脏排毒，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影响肝脏健康。所以呢，想要肝脏好，得少熬夜。2. 少生气。怒伤肝。经常生气呢，会导致肝气郁结，长此以往呢，影响肝脏的健康。所以啊，平时少生气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能帮助养肝护肝哦。的直跺脚，有多少人是这样呢？其实呢，跺脚是一个很好的运动。如果你能够正确的跺脚，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。首先，我们自然站立最好呢穿平底鞋，然后抬起左腿，抬到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再用力的跺回地面，力度就用踩一个空塑料瓶的力度，那左右交替的跺脚就行。可以每天早上起床后练习5到10分钟，那要感觉全身发热舒服为宜。这样跺脚可以刺激肾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增加肾气的作用，而且对改善白发问题也有帮助哦。那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身体更健康、更年轻。女人害怕衰老，其实呢，男人也一样啊。那当男人开始衰老时，身上2处可能会变小哦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。第1处，肺活量。有些男性稍微运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，气喘吁吁的，那就可能是心肺功能降低了，很可能是衰老正在向你招手哦。第2处，听力。当人年纪大了，耳膜会变厚萎缩，这时就会影响听力，变得耳背。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听力变小了，也可能是衰老要来临喽。那平时该如何延缓衰老呢？不妨做好2件事。多锻炼，男性朋友平时勤快一点，加强锻炼，少偷懒，这样每天坚持能够帮助增强体质，延缓衰老。多喝水，如果身体缺水，会影响身体的排毒和代谢，容易加速人衰老。所以要养成每天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对延缓衰老有帮助，或能让你比别人老得慢一些哦。黄芪呢，很多人都熟悉了。俗话说，内行吃黄芪，外行吃人参。吃黄芪是有很多好处的。可能有的人不知道，那我们来看看黄芪有什么作用。黄芪能帮助暖胃，有养胃的作用。黄芪还有补气补血的作用，尤其女性吃非常好。但如果能和其他的食物搭配在一起，那就更好了。黄芪和玫瑰花搭配，玫瑰花有淡淡的香味儿，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具有美容养颜、补中益气的作用。如果黄芪和玫瑰花一起搭配泡水喝，能更好的帮助补充气血，排出身体毒素，让气色更好，人也显得年轻了很多。女性朋友可以经常的喝一些哦。一个人总是莫名的发脾气，还失眠、头晕目眩，那么就可能是肝火比较旺了。那肝火旺该怎么降火呢？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能够帮助清肝去火、健脾养胃哦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章门穴。章门穴呢是肝经的一个穴位，也是脾的募穴，所以肝火旺的人，还有脾胃不好、食欲差的人都可以按摩这里。我们可以曲肘腋下合上，然后肘尖所指的位置就是按压这里会有酸胀感。那我们按摩时可以用敲打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掌根推，每次5分钟左右，能够疏通肝经、清肝去火、疏肝理气，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哦。大家可以坚持的做一做。得了，就爸爸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